鬼妈妈，我发现各类灵异事件在农村发生的频率要远远高于城市。这或许是因为城市里车水马龙，人满为患，阳气邪气、臭气埋气混杂一处，连魑魅魍魉都不乐意现身了吧。其实这故事也是跟我老公闲聊时听来的一桩他儿时的旧事。说的是他们村有个女人，儿子才2岁多。有一天在家里操持家务时，由于电线老化漏电，意外触电身亡了，就死在他家的厨房里。等他男人下工回家发现时，尸体都冷硬了。女人走后大概1年多，男人又娶了一房媳妇。新媳妇是邻村的，比男人小了很多，还是个初婚的黄花大闺女。谁成想新婚之夜就出了邪事，2位新人送走了宾客，正熄了灯准备就寝呢。放在床头柜上的一个新暖壶突然砰的一声炸了，弄得2人心惊肉跳，一时间什么兴致都荡然无存了。婚后的小日子平淡如水，后期对男人的儿子视如己出，照顾得无微不至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怪事，总接二连三地光顾他们家。比如后期在家生火做饭，灶堂里就是点不着火，换了几拨劈柴都不行。万般无奈之下，后期喊来邻居，人家一点就着了。还有一回，后期正在堂屋里看电视，院子里的水龙头没来由地打开了，哗哗一通流水。后期出去关上了，人还没走回堂屋，水龙头又自己打开了。诸如此类，不胜枚举。有一天夜里，后期看见一个30来岁的女人站在床头，恶狠狠地瞪着他说：“你个不要脸的骚狐狸，给我下来！”说着猛力一拽，把后期一把拉下床来。后期摔在地上，心里一惊，醒了过来。刚才的一切原来是梦，可四下里一看，自己竟然真的躺在了地上，膝盖摔青紫了一大片，可见是真从床上掉下来的。后期隐约猜到梦中女人就是丈夫亡故的前妻，心里总感觉毛毛怪怪的。不久之后的一天夜里，后期突然惊醒，看见屋顶上悬空着一个披头散发、骨凸着双眼的女人。后期认出那就是前不久把她拽下炕的女人。她想喊，喊不出声音；想跑，却鬼压床般丝毫不能动弹，眼睁睁看着屋顶上的女人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。这时候，那女人的眼睛里开始流出鲜血来，有一滴血落在了后期左脸蛋上。她尖叫一声，终于醒了过来，又是噩梦一场。第二天一早，后期起床后觉得
左脸火烧火燎，疼得钻心。赶紧拿起镜子一看，梦中被女人眼睛里流出的血滴中的地方，生出一个硬币大小的恶疮，流脓搭水的，甚是可怖。这下后期彻底受不了了，收拾东西准备跟男人离婚。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她过不下去了。就在后期拉着箱子走出院门时，男人的小儿子竟一路追了出去。孩子死死拉着他的衣角，怯生生地问他：咦，你做魔去？俺也去。你带俺也去。后期心里一下抽紧了，他扒开孩子的手，哽咽着说：姨走了，你跟着你爹好好的呀，听话。小男孩一下哭开了，大叫着：俺不叫姨走，俺不叫姨走。后期一把将孩子搂在怀里，同时也在心里郑重决定了一件事。第二天一早，后期带着男人和孩子一起去了前妻坟上。他前进地上了3炷香，正色说道：姐，我知道你年轻横死，心里不甘不愿，也理解孩子小你放心不下。今天妹妹在你坟前起誓，这娃以后就是我亲生的娃，哪怕今后妹妹生下再多的娃，她也是最亲的那个。说罢跪在坟前磕了3个头，男人和孩子全都泣不成声。自此以后，男人与后妻平静的生活到老，再没什么怪事发生了。后妻信守了自己的承诺，将前妻的儿子抚养长大，并培养成才。前些年那个孩子名校毕业后，进了北京一家部委大机关工作，我老公还约他一起吃过饭呢。想来世间能穿越阴阳生死的情感有许多种，但最牢固持久的莫过于母子深情。王母由于惦念不舍幼子而滞留人间，终又被后期良善不欺的一片慈心所动，放下心中执念与嗔恨，一切因缘从可爱生。世间万种颠倒淋漓汹涌澎湃的险象，终抵不过一个情字。请订阅并发布通知，如果您有类似的经历，欢迎评论并分享您的经历。